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黄牛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刚刚发布还热乎着的 OnePlus 8T 啊。今年呢，张老板也是说了，这个1+8呢，这个 Pro 版已经够不错的了，所以说下半年呢就没有这个8T Pro 了，就只发了一个8T。这台机器我们拿到手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在11假期期间，我也是一直在体验，一直在用它，感觉这次的8T 跟以往的1+手机改变了好像挺多的，尤其是气质这一方面。OK， 不关注你，小白测评 OnePlus 8T 马上开始。记得3连版视频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。OK， 一如既往呢，一加这种全套的体验套装，2个保护壳啊，这个保护壳非常的炫酷，我特喜欢。这个我前面一直在用。其实它做了2层印刷，在最外表面呢做了青绿色的这个电路的这个纹理电路板非常漂亮。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个深色的黑色的。如果你想买官方保护壳的话，这个应该是首推。然后还有就是之前1+8和8 Pro 的那个主打的颜色。哦，对，手机已经被我用了很长时间了，所以说我就没把它放在里边，在这里我放在这儿，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有发现这台机器我们这台呢就是银石色，摸起来呢真是吧，爽是吧？打在弹幕上啊！这次特别重要的就是Web Charge， 也就是65瓦的快充，终于是上了。大家把“终于”这2个字可以打在弹幕上。一加全系有史以来最快的充电器，大哥那边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。而且呢，这个充电器呢还有一个特别的，就是它支持45瓦的 PD 快充，双 C 口啊。其实这个充电器做的还是挺不错的65瓦，在灯光的映射下，这个机器还是非常漂亮的，就是非常好看。但是我实话讲，在 ID 方面，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手机的时候，觉得稍显平淡了一些。这个是之前的1+8，这个机器我真的特别喜欢，我自己还用了一段时间，然后被我们工作室一女生说觉得太好看了，被她抢回去用了。上半年就是在轻薄手机里边最好看的一个，甚至我觉得比这个 S20那个还要好看一些。这个改了摄像头 ID 设计之后的这个8T，稍显平淡了一些我旁边的是这个 X7 Pro， 你看这俩机器长得确实挺像的但是它们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包括摄像头模组大小、宽度、尺寸都不是一样的，不是套娃机为什么在开头我说这次1+8T 给我的感觉气质方面不一样了？就是这个 ID 方面的变化。其实它整个的 R 角还有就是边框方面多多少少吧，都跟之前1+手机给我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，感觉整机更加圆润了一些。包括它摄像头模组的这个边角处处理的都是非常圆滑的。然后正面呢，它是采用了一个直屏的设计，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之前很长时间，包括旗舰定位的手机都不用直屏，国产大家可以看一下都用曲面屏，因为在营销方面，这个曲面屏还是很容易做营销的吧。对于曲面屏和直屏的争论已经很长时间了时至今日，我们再问一下大家，喜欢直屏的请打1，喜欢曲面屏的请打2，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。它是6.55寸的柔性直屏，对，又是柔性屏，这个和 X7 Pro 当时的那个策略是一样的。柔性屏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，就是可以减轻重量。这台机器呢，188克的重量，其实算是非常轻薄了4500毫安时的电池，在电池方面呢也没有缩水。然后正面的观感上这个机器已经基本做到了4边等宽其实上下就是额头和下巴还稍微宽一点，就是在 R 角这里你会感觉这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，但是两侧这个机器其实已经收得非常窄了。正面加上这个挖孔屏的这么一个设计，它的正面的视觉冲击力其实还是挺强的。在轻薄和整机的质感方面，这机器是不需要担心的。然后它后背的这个 AG 呢做的是非常的细没有那么特别糙的磨砂感，但是呢也不沾人指纹。我说的是银石银色不沾人指纹，那个青玉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屏幕呢我使用了有快10天了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爽，就是这3个字，特别爽。这个屏幕是120赫兹的3星 F 屏幕，然后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，它最高的亮度呢可以达到1100尼特，然后它前后都有光感，然后还有一个8192级别的自动亮度。自动亮度的识别上，这个手机做的还是非常好，因为我整个11回老家回唐山还去了好几个地方，这个使用的场景还是挺复杂的，但是自动亮度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的，反应速度非常快，然后整个屏幕的显示也特别漂亮。直屏领域素质最高的了，而且它也拿到了DisplayMate A+ 的这个评级，
就这块屏幕在直屏领域，应该是我今年体验过最好的手机。但是呢，也有一些小毛病，就比如说它在第三方软件的这个高刷的支持上，还有就是切换过渡的时候，会偶尔出现一些跳帧和卡顿的情况，这个就是120赫兹优化不到位。后期呢，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期视频，就是看看到底哪家的高刷优化的最好。之前的这台1+8呢，它是两侧曲面，中间的这个金属框啊，这个棱就比较突出，用的时间短还好啊，用时间长了呢，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割手。但是它这次8T 变成了直屏之后，后背它是做了两侧的这种曲面的处理，握持感上特别不错。然后性能方面呢，是这个865加上 LPDDR4X 啊，并不是 LPDDR5啊，注意一下。然后 UFS 3.1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优化和调教，看看8T 怎么样。OK， 还是老规矩，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回复1+8T 这几个关键字，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。回复1+8T。刚刚拆出来这台手机呢，我觉得它在摄像头方面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。你看这个模组上面是吧，都有了巨大的变化，变成了这种矩阵式的，变成了一大个麻将块。但是我详细了解之后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啊。主摄是 IMX586，也非常成熟的这个镜头啊，已经不想多说了。支持光源防抖，然后广角方面呢是1600万的123度的这个视角，然后还有两颗呢，一个是500万的微距，然后还有一个200万的黑白滤镜镜头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有两颗凑数镜头，让我感受到了有一点点强行模组化的这个意思。实拍样张方面呢，效果其实还不错啊。这个我们泛型样张给大家看一看。OK， 还是老规矩，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1+8T 这几个关键字，本期视频的实拍样张还有前面的实测数据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原图、查看数据。后续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8T 的所有实测数据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，都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即可。这台机我使用这段时间，给我最大的感受其实还是在续航和充电方面。小白测评实测数据方面，4500毫安时电池半小时充了96%，33分钟充到前台100%，涓流充电7分钟，完全充满40分钟。相比于1+8的30瓦快充，67分钟充到100%的成绩，1+8T 的电池更大，充电时间反而直接减半，提升算是非常大。升级的这块120赫兹屏幕在续航方面，小白测评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，8T 剩余了40%的电量。总之65瓦加上4500毫安时的电池，还算是给了你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组合。在屏幕方面呢，虽然它的亮度并不是那么顶，但是在我们的实测之下，屏幕的均匀性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给我的感觉就特别不一家。首先呢，就是在一些细节的这个工艺的这个设计上，比如说这个听筒上啊，之前这个1+8它是微缝听筒，或者说它那个听筒网做的非常非常的窄，但是这个就相对来说明显一些。然后还有就是后背的这个模组化的摄像头设计，感觉就特别不一家。因为之前的这个8 Pro 都是这种竖直的这种设计，然后这个就让我感觉有点偏向于传统手机或者说 Realme 那个手机那种感觉。充电方面就不用说了啊，流下热泪的感觉，终于上这个65瓦比较快的一个充电了。然后整个机器还是完成度比较高的，比较偏水桶向的机器，但是在摄像头方面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升级。然后机器价格方面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一切还是要参考一下价格吧。我预估这个价格应该是和8差不多，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，你觉得这个机器都聊完了，多少钱你肯为它买单？3500到4000之间。好了本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。由于这个机器是比较传统的这种升级，所以说后续的深测呢，我们可能就在横屏之中再跟大家聊了。更多内容会精彩，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，还有我们的 B 站，还有我们的微博，都搜索小白测评。不过关注你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